俄军日前取得乌军重要防御枢纽阿夫杰耶夫卡控制权的消息，震惊了西方世界。因为在此前乌方的叙事中，乌军在此地的行动不断推进，而现在看起来却是落入了俄方诱敌深入的战术陷阱。阿夫杰耶夫卡的控制权易主激化美国党争，拜登指责是共和党迟迟不肯通过援乌资金预算，才让俄罗斯占了便宜。而欧洲也对此事反应强烈。德国总理舒尔茨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强调，欧洲必须加强自主防卫能力。18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克里姆林宫记者会上介绍了俄军占领阿夫杰耶夫卡的情况。据悉，俄总统普京密切关注前线进展。此前一天，他3次召集俄防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汇报战况。17号凌晨4时，后者确认行动已经接近完成。当天中午时分，最终确认已完全控制这一重要枢纽。普京随即向俄军表示祝贺。俄新社指出，这是自2023年5月俄军夺取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穆特以来，俄军所取得的最重大胜利。当时双方鏖战长达数月，让巴赫穆特之战有绞肉机之称。据俄方发布的战报，这次的行动夺取了阿夫杰耶夫卡31.75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在当地的战斗中损失了1500多人。俄国防部发布的视频显示，俄军炮火猛烈，一些乌军士兵匆忙奔跑，到处散落武器和军事装备。有观察指出，视频中不少乌军士兵年纪较大，显示乌军兵员出现问题。还有参与行动的俄军指挥官表示，乌军阵地破防后，许多人失去联系，一些士兵刚上战场就接到了撤退的命令，这让他们十分惊慌。Так как выход у них был отход не запланированный, они здесь бросили 300-х, целых своих бойцов бросили. В основном отошли первые, это их офицеры, это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 Азов. Мы сейчас заканчиваем зачистку мелких этих групп. 据塔斯社的消息称，实际上在乌武装部队现任总司令瑟尔斯基下令撤出阿夫杰耶夫卡的前一天，乌军士兵已开始不受控制地逃离该市。17号凌晨，他又发消息称，为了保护士兵生命，下令乌军撤离阿夫杰耶夫卡。当天，正在德国出席慕安会的乌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国家加强提供军事援助，并指责是美西方无视乌军所需，才让俄军获得了战场优势。值得注意的是，他还与出席慕安会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会面。他强硬表示，如果美国会不批准援乌法案，那么意味着美国不再是乌克兰的战略伙伴。美国总统当天也强调，如果国会不批准向乌提供新的军事援助，那是荒谬和不道德的。自去年12月以来，美方再也没有新援乌法案过关，这也让欧洲国家倍感压力。德国总理舒尔茨在慕安会强调，无论谁在美国大选中获胜，也无论乌克兰战争的结果如何，欧洲都必须加强自主防卫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也称，德国军费甚至可能达到 GDP 的3%或3.5%。而据德国央行数据，去年该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为-0.1%，深陷俄乌冲突外溢效应及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后的高通胀之苦。此外，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也让欧洲国家倍感焦虑。英国卫报17号报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有关可能不会履行对北约成员国防卫义务的言论，成为美西方国家与会者的关注焦点。该报所指的是，在近日的一场竞选活动上，特朗普称，如果自己再次赢得美国大选，当那些未能在国防领域投入足够支出的北约成员国面临俄罗斯的攻击时，他不仅不会保护这些国家，甚至会鼓励俄攻击他们。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批评特朗普是要将北约变成一个点菜式联盟。对于下一任北约秘书长，美国方面更加属意的人选似乎是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据法国《世界报》报道称，冯德莱恩的候选资格是由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提出的。美国总统拜登也曾提出过这一想法。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德国总理舒尔茨对于美方的提议却表示坚决反对，原因是他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报道称，舒尔茨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莫斯科的批评过于严厉，这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带来问题。据报道，德国总理舒尔茨反对美国推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担任北约秘书长。那您如何看这次舒尔茨的硬刚美国呢？我们会看到，对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来说，他的任期是一延再延。而在上一次任期延期的时候，一度有他的替换人选的相关的信息，而指向的是时任英国大臣华莱士。本身呢，华莱士对于接任北约秘书长
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但最终呢，斯托尔滕贝格任期的延期说明没有获得这种全面的支持，或者是说在北约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尤其是不同的反对声音。所以近一时期，德国媒体爆出的，此前美国心中有自己更支持的人选，包括对冯德莱恩的这种青睐，某种程度是最终我们会看到北约秘书长任期再延。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背后的一个影响因素，正是因为选不出更加让大家满意的人选，美国方面有自己的立场，所以斯托尔滕贝格的延期成为了一种所谓折中的选项。显然，美国的这种主导因素，美国所发挥的所谓的领导作用，会使欧洲更加茫然。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欧洲国家认为战略自主尽管现在难以实现，但是如果美国的政策动辄会对欧洲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或者是说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会立刻影响到欧洲，这对于欧洲来说并不是一种舒适的状态。所以美国青睐哪个人选，以及这个人选是不是直接会把北约引向战火，让北约和俄罗斯大打出手，这当然是一些欧洲国家，包括一些政要所担心的一个问题。但与此同时，更深层次暴露出的是在人选之争背后，对于未来欧洲安全格局由谁来主导，谁的声音更大，以及欧洲是不是能够更多的表达自己的立场，现在欧洲国家是有自己的诉求。数年前，特朗普对北约的粗暴言行，让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北约已经脑死亡。而近期，特朗普再次针对北约发表惊人言论，那您对此有何观察？首先会看到近期特朗普的相关的言论可以说是立场分明，也符合他一贯的政策主张。那目前对于美国国内的选民来说，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俄乌冲突的最终结果是不是会打败俄罗斯，而乌克兰最终获胜，他们更多关注到的是自己的生活的处境以及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个时候，特朗普恰恰抓住了很多选民的心理。他认为美国更多的应该专注于国内的事务，投资于国内，服务于民众的诉求，而并非呢在这个海外的安全军事行动当中不断的来进行投入，而最终呢又无法达到预期。所以在强调此前拜登的执政没有达到效果，反而呢产生了更多的负担的这样的一种语境之下，特朗普在凸显自己的特点。所以现在欧洲的这种焦虑，既是俄乌冲突从目前来看战场形势不利于乌克兰的一种直接的反应，也反映出的是在北约内部，表面上因为俄乌冲突某种程度掩盖了此前的分歧，达成了某种反俄的共识，推动了团结，但实际上分歧依然存在的一种现实。另一个造成美欧分歧的点是巴以冲突，尤其是在近日，以色列对被称为巴勒斯坦最后的庇护所的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展开持续攻击后，欧美之前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中东冲突引发欧洲的安全担忧。那您认为为何美国不顾欧洲焦虑，执意火上浇油呢？我们会看到，在慕安会的背景之下，涉及到欧洲和美国的战略以及军事方面的协调，似乎并没有展现出更多的团结，反而呢有很多的分歧。尤其是涉及到今年的慕安会的安全报告，主题为双输。那么在双输背后，也反映出欧洲的战略焦虑。对于很多的欧洲国家来说，支持以色列是既定的政策目标，但是呢，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及当前巴以冲突升级引起的冲突外溢的风险，很多欧洲国家认为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当俄乌冲突延续叠加巴以冲突升级的时候，很多的欧洲国家非常担心的是自身的安全环境可能会出现巨变，安全的风险叠加造成的这种冲击会进一步的延伸。对于欧洲来说，外部环境的突变可能会造成非常长远的发展方面的影响。在欧洲安全尚未落定，没有寻找到和平出路的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增加欧洲国家在安全方面的投入，还需要应对难民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呢，很显然，欧洲对于美方的诉求，美国置之不理，也造成现在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的加剧，战火进一步的蔓延，涉及到红海航运等问题，也在加剧欧洲的困境。所以现在面对处境，欧洲认为美国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所在，而是刻意在忽视现实，忽视欧洲国家的诉求。所以涉及到巴以问题，涉及到慕尼黑安全会议这样的一个协调美欧安全立场的重要的平台，很多的欧洲国家在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质疑，对于欧洲未来的安全前景表示担心，对于美欧关系的走向以及跨大西洋关系产生了更多的不满的情绪。